你是否还记得上一场梦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过新年，除了会听到非常多跟兔子有关的吉祥话之外，朋友之间还会再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知道底片又涨价了吗？这好像就变成每年约定俗成、避免不了的一个话题。但其实底片市场依然非常致力于研发新规格的底片。去年年底，英国底片大厂 Earford 推出了120版本的黑白底片 Cadmere 100以及400，而这间公司的底片代理商正是 Earford，所以你可以把 Cadmere Pen 视为 Earford 的子系列底片。介绍完底片背景之后，接下来的部分便透过这台底片相机 Pentax 672来测试看看这款黑白底片的表现如何，以及在影片的最后跟各位分享黑白底片迷人的地方在哪里。来，1、2、3。I work the pen to make the ink transform on any particular surface the pen lands on. I keep his hands on. What's the beat? The coolie high code chiefs. High post technique. I drape off poetic landscapes and shapes. Illustrate the paper space off the pens that paint. The design would have it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magic will tailor me status and plus flavor. That's automatic. Hi 各位，我们今天人在板桥的府中捷运站。那我们这次很荣幸可以去参与去年 Earford 他们在年底的时候去研发出的一款新的黑白底片。然后我们这次请的是这位模特，他是担任我们这次拍摄的演员。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拍摄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吧。Let's go。我们现在要拍的第一颗镜头是。我们现在是交代一个我们的模特是穿着睡衣，然后是模拟夜晚的时候梦游出现在板桥一带，然后他就是会站在捷运站的出口，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拿一个光去补他，有一种还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但是精神恍惚的一个状态。OK， 那边在前面一点，现在光最小吗？再近一点，我看一下，一个圆就好，对，像这样子。好，现在准备哦，来3、2、1。等一下要做的第二颗镜头是，你会站在那边，你再往前面走，再近，再来，再来，再来，对，大概踩后一步好了，后一步，对，这边。OK 哦，好，好，休息可以。对手吃。你看我就好，看镜头啊，有点稍微中间往上好了。我们现在拍的是延续第二颗的那颗主观镜头，就是它被照明的那个光吸引住，然后拍出有一种模糊、恍惚的那个状态。所以我现在会把快门速度放慢，而且加上手持的关系，去让整个画面本身就是没有在焦上面，但因为就是这个光打在正面上面，它的立体感会出不来，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再用旁边的补光的方式去打出一个侧边比较有立体感的一个光线。好，来3、2 ，OK。接下来应该会是我们今天拍摄里面最困难的一颗镜头。我们等一下演员就会枕头就直接睡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构图，你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手电筒从这个线到这边，这是我们的构图范围。来3、2、1，好 ，OK， 没问题了，来修。这里比较低哦。1/2跟1秒吗？1秒钟。好，你帮我看
刚对这个点好了。好啊。OK 哦。补光在。对，这边好。来，现场准备哦。好。OK。来，3、2、1。好，没问题。1/8，好。现在这个是多少？40。好，这个角度帮我放一下，谢谢。请感应卡片。有了。哦，高科技。哇，赛博雪糕。你跟画面讲一下，你拿的是什么口味？在这边。拿一个大珍珠绿豆沙雪糕。但这次的影片没有业配雪糕。超难吃的。超难吃的。这个很难吃。对啊，帮你吃一口看看。你试试看。我吃看。到底多难吃？没什么味道。适配一下。躺下来这样。这个已经这样啊。这样。哦，这样啊。你就这样。这样。脚举起来，这样。另外一只脚是去遮那个光。另外一只脚。对，有没有看？是这样吗？这样吗？对。一个8.0跟一个是7.5，好了。等一下，我再测试一次。重铺、慢快门，两种不同的诠释方式，像是被早晨的强光刺痛了眼睛，也像是被7点的闹钟吵醒，不甘从梦里醒来的潜意识所做出的奋力挣扎。所以说，黑白底片迷人地方在哪里？讨论画面本身很主观，所以我们就先从底片本身来拆分几个大项，逐步讨论。首先是颗粒粗细程度，这款 ISO 400的底片，我将它增感1格成800拍摄，颗粒并不会因此变得非常粗，还是具有一定的力道感，很符合刚进入到漆黑的环境中，肉眼在适应光线那种第一眼的感觉。接下来是谈到底片宽容度的部分，在这边我并不会太执着的拿一些数据进行比较，不过就当天拍摄的场合来讲，由于整体是一个夜拍的环境，所以我用测光表分别在亮跟暗所测出来的结果，我会以暗部它所建议的快门作为我这次拍摄的速度，因为以黑白底片来说呢，你只要在曝光不足的部分，那么底片表面的银粒子就会在冲洗的过程一起被洗掉，换来一张透明的片基，所以我必须要获得足够的曝光，以去保留底片本身的细节。但是这也是 Camera 400我觉得很不错的部分，因为它的宽容度足够，所以我很轻易的就可以在后期调整，把过曝以及欠曝的细节拉回来。最后是我对黑白底片最在意的环节：阶调、黑、灰阶跟白。自己在高中阶段经常会到画室练习炭笔素描，炭笔在素描纸上勾勒的线条是最黑的部分，再来用手指，俗称猪血糕的炭笔刷去营造中间调，也就是灰阶，最后再用软橡皮去补上画面最亮的部分。每当我在观看这些用黑白底片拍摄出的画面时，就想起练习素描的回忆。与数位相机拍摄出的画面有着肉眼可见的差异，颗粒营造出的阶调非常耐看，介于在照片跟炭笔素描之间，有种跳脱现实的既视感。以及为何选择以梦境作为这次拍摄的出发点？对我来说，梦本身的画面是很贴近黑白的。你可能依稀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随着醒来的时间越久，好像那些对颜色的记忆，包括饱和度、明度、彩度，就会变得非常模糊。尤其这张透过手持1/4秒快门的照片，是我在这次拍摄中最喜欢的。因为晃动导致的残影呈现出模特意识恍惚的样子，仿佛做了一场梦中梦，活在一个永远醒不来的世界。
当我看到一张黑白影像的时候，就会用脑补的方式将不同的颜色放在对应的画面的各个地方，然后这感觉有点像是试图去猜测当下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或许就是我对于黑白影像诠释的方式。影片的最后，容我再次感谢提供底片试用的 Earful Taiwan Lab。位于北门博爱路上，除了鹰眼产品、彩色与黑白底片的购买外，还有底片冲扫工作坊，提供冲扫黑白、彩色、电影底片的服务。若无法亲自送底片，也可以邮寄给他们。用心拍摄的底片，当然会希望他们可以被用最好的方式对待。当你拿到成品时，会给自己继续拍摄下去的动力。你们喜欢黑白底片吗？你们对于鹰眼有着特别的遐想吗？找个天气好的日子，带着相机还有几卷黑白底片出去走走吧。那么，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见。